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在流量与话题主导的当下娱乐生态中，一个顶流艺人如何处理婚姻这一高度敏感的问题，往往不仅关乎个人隐私，更会引发公众对其人生态度与职业规划的集体审视。3个月前，王一博面对是否考虑结婚的提问，仅用一句"太遥远了"作答，看似简短，却在社交媒体掀起持续至今的讨论热潮。彼时，许多人将这句回应解读为回避或高冷，但当时间推进至3个月后，再回望他的近况与行动轨迹，这句回答反而成为理解其人生选择的关键注脚。它不仅不是敷衍，而是一种高度清醒的自我认知表达。2026年4月中旬，中国赛车界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破圈事件 ——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场原本相对小众的赛事，在短时间内被推向舆论中心，而核心引爆点正是王一博的参赛。不同于外界对明星跨界的刻板印象，王一博并非体验式参赛，他早已获得国际汽联 FIA 认证的 D 级赛车执照，这意味着他具备完整的职业车手资格。从2025年正式进入赛车领域至今，他在1年多时间内实现了6赛6登台的成绩，这一数据即使放在专业车手体系中，也足以引发关注。本次上海站更具象征意义。排位赛成绩2分03秒357，刷新个人纪录，起步排名第24位。正赛结果 GT 上午3点组冠军，这不仅是一次胜利，更是一次典型的逆位突围。在赛车运动中，从后排发车到最终夺冠，对稳定性、策略执行与心理素质要求极高，而零失误完赛正是职业级能力的重要标志。更值得注意的是赛事外部效应。据统计，本次上海站门票在开售后45天内售罄，总量超过5万张，甚至一度导致票务系统崩溃。赛场呈现出映圆海洋的视觉奇观，这种规模更接近演唱会，而非传统赛车赛事。这一现象带来一个值得行业深思的问题：顶流艺人是否可以成为体育赛事破圈的关键变量？从传播学角度分析，王一博的参与完成了3种转化：注意力转移、娱乐粉丝进入赛车领域；认知重构，观众从看人转向看比赛；价值沉淀，赛事本身获得长期关注度。甚至连科技企业家雷军也专程到场观赛，这一跨界互动进一步强化了事件的公共影响力。尽管成绩与表现已具说服力，但围绕王一博的质疑始终存在。一类典型声音认为，他涉足赛车不过是资本支持下的兴趣消费。然而，若从训练投入与机会成本角度审视，这一观点难以成立。时间成本，他主动减少商业代言与影视项目，将大量时间投入赛道训练，这在时间即收益的娱乐行业中意味着巨大的机会让渡。身体代价，长期高强度驾驶带来的手部劳茧、肌肉损伤以及高温环境座舱温度可达50摄氏度以上，并非短期体验可以承受。技术门槛，赛车运动对反应速度、路线判断与机械理解能力要求极高，并非资源投入即可弥补。换言之，这不是玩票，而是一种典型的高风险投入型职业转向。如果说赛车场展现的是它的极限执行力，那么影视领域则体现了其艺术表达的耐心。近期上线的纪录片《探索心境2》不仅记录了其户外运动过程、攀岩、骑行等，更以纪实方式呈现其生活状态与价值观。这类内容与传统综艺不同，
它弱化娱乐性，强化真实感，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人物研究样本。与此同时，其新电影项目虽未正式官宣，但从业内流出的信息来看，他依旧保持一贯的创作态度，坚持亲自完成高风险动作，对镜头细节反复打磨，在真实感与表演之间寻求平衡。这种创作方式与其在赛车领域的训练逻辑形成高度一致，通过重复与极限逼近完成能力跃迁。回到最初的那句评价，当年在合作电影《热烈》时，黄渤曾评价王一博能吃苦，很认真，对自己要求高。双引号，这句看似朴素的话，在今天看来却具有高度概括性。它准确捕捉了王一博的3项核心特质：耐受力、执行力、自我驱动。而这3点正是支撑其跨领域发展的底层逻辑。若将时间线拉长，可以发现这种特质并非后天形成。13岁远赴韩国成为练习生，面对语言障碍与高压淘汰机制，他经历了典型的极限训练环境，每日训练超过10小时，长期身体损伤，膝盖积水、声带问题，高度孤立的生活状态。据乐华娱乐创始人杜华回忆，王一博是少数从未说过放弃的练习生之一。这种早期经历塑造了他对痛苦阈值的重新定义，也解释了其在不同领域中持续表现出的稳定性。回到3个月前的回答，在娱乐语境中，婚姻往往被包装为人生阶段的自然进程，甚至成为公共叙事的一部分。但王一博的回答实际上是一种去叙事化的表达，他没有顺应公众期待给出未来可期的模糊答案，而是基于现实条件做出判断。从职业角度看，高强度工作节奏、多领域并行发展、长期不稳定的时间分配，这些因素决定了其当前阶段难以承担婚姻责任。因此，太遥远了并非逃避，而是一种对责任边界的清晰认知。当前网络对王一博的评价呈现明显分化，支持者认为其清醒、自律、有实力，质疑者则批评其高冷、不合群。这种分化本质上是公众期待差异的体现。娱乐行业习惯塑造可亲近的明星形象，而王一博则选择以作品与能力为核心输出，这种路径天然更具距离感。但从长期发展来看，这种去人设化的策略反而更具可持续性。结合行业观察与专家分析，王一博的跨界路径之所以成立，主要依赖3个变量：长期主义 （long-termism）， 不以短期收益为导向，而是持续积累能力；高投入密度 （high-intensity input）， 在单一领域投入足够时间与精力；风险承受力 （risk tolerance）， 愿意承担转型带来的不确定性。这3点在娱乐行业中并不常见。网友评论节选：从质疑到祝贺的情绪转变。随着成绩与作品逐渐累积，舆论风向也在发生变化。以前觉得他冷，现在发现是专注。能把赛车做到这种程度，真的不是靠流量。他说结婚太遥远，现在看确实没时间。这种自律的人，做什么都会成功。双引号，这些评论反映出一个趋势：公众评价正从情绪判断转向结果导向。结语：顶流的真正稀缺性。娱乐圈从不缺顶流，但真正稀缺的是能够在高关注环境下保持自我节奏的人。王一博的路径或许并不适合所有人，但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，在流量与商业压力之外，依然可以通过专注与投入，构建属于自己的长期价值。而那句太遥远了，也许正是这一切的起点。互动讨论问题：王一博的去综艺化、去非文化发展路线，
是否会成为未来顶流的新趋势？明星跨界体育领域究竟是资源优势还是能力挑战？在高强度职业状态下，公众是否应该降低对明星人生进度的期待？你认为高冷形象会限制艺人发展，还是反而增强专业感？如果你是经纪团队，会支持艺人像王一博这样大幅转向赛车吗？为什么？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